元队，他这酒吧后门平时就是送饮料的，田海鹏可能是趁机溜了进去吧。他这后门的监控全部都坏掉了，所以现在还没有什么新的线索。我说了多少遍了？干咱们这一行的永远要严谨，啊，严谨。袁队，诚毅中学的监控调出来了。怎么说？监控视频里拍到田海鹏是当天晚上的10点32分回到宿舍楼，戴着棒球帽的，之后他就再也没出来过了。那就能排除他的嫌疑了。对。行，知道了。行，那您先忙着。少说点。谁呀？师傅，嘿，师傅，来了来了，还是那脾气。师傅，你小子，快来快来！哟，你怎么还拿这么多东西啊？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师傅呢？师傅好，妍飞来啦！嘿，哎呀，我听说你把八角亭案和417案并在一块儿了，没通过。我问你，你并案的理由是什么？目前为止，虽然两起案子致人死亡的手法完全不同，不像一个人所为。哎，这恐怕就是他们没有批准你并案的原因。是啊，可是我们在417案件的监控录像当中，锁定的嫌犯是个女的。你应该记得八角亭目击证人提到的嫌犯也是个女的。关键的是这两个案子跟悬家都有关系。要真的是一个人所为，那这个人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出现？为什么呢？要想真的搞懂这个动机，不那么容易。玄哲，亚梅姐，哎呀，太久没见面了。你都没变样啊？真的。坐。哎。喝这个茶吗？好啊，可以。还好吧？还行。我变样子了吧？没有。怎么可能？真的。老师。走。行，我想，看这个挺有意思的，我想来试试。刷起来！你想学戏呀？是吗？你喜欢？嗯。你是哪个学校的？我是知心中学。哦，你等一下。走，稍等啊。走，挂起来，甩开，啊，走，转过来，搭，蹭，扒拉得，蹭，再往下走，好吧？来，再来。哎，这小姑娘自己跑进来的，说她想学戏。是吗？条件不错，多大了？我18了。18了，晚点啊。行，那就跟周老师这儿先请教一下，我先排戏啊。唉，10几年过去了，怎么可能不变样子？你好不好啊？还行吧。很少回家呀？
不想回来。你的剧团怎么样了？跟原来一样。丁团长呢？忙他的事儿。这次回来要待多久啊？还不知道，把家里的事情处理一下吧。袁飞啊，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。当年啊，我们肯定是忽略了点什么，或者一开始我们的侦查方向啊就走偏了。不然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有这么多年的经验，怎么会一直在这迷宫里打转转呢？哎呀，惭愧！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了，师傅每当经过玄家的时候，我都不敢这么走过去，我得绕，要么从左边，要么从右边。玄飞，这么多年，你这个女婿也不好当吧？我都习惯了。那个家没什么大事，我都不敢进门。我听说，那个玄珠回来了。嗯。有10年了吧？不止10年了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这么多年了，他一直没回来过，连一次都没有回来过。那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回来了？前段时间我岳母病重了，病危。我现在基本上可以肯定，当年我们一定是漏了什么。这小孩子之间的事情啊，有的时候还真的不像我们看上去那么简单。说吧。我跟璇璇是一个班的，以前我们会一起回来，最近没有了。为什么？他有自己的朋友。那当天，玄真能跟谁在一起呢？不知道，我自己先走了。平时玄真和玄珠都是一块儿回家的，那天为什么没有？不知道啊。哦，玄真说那几天他们好像吵架了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我听说你跟玄真学过昆剧。是的。那后来为什么又不学了呢？没兴趣了。那玄真她本人为什么也不学了？不知道。是玄珠先来的，然后过段时间玄真也来了，但是他们过了2个月之后又走了。我后来也问了玄珠，他说家长不希望他们过早的离开学校。
请问老方先生在吗？哦，他不在。这店谁主事儿啊？有人主事儿吗？我。你主事儿啊？老方是我爹。哦，那你就是小方喽？对。我想请老方先生看件玩意儿。行，那我先给您看一下。行啊。您打算开个什么价？我就是来请老方先生估个价的。老方先生呢，他到乡下收货去了。你要不再给我找个人看看？您这个东西很贵重，我敢说，在邵武，除了老方，其他人都给不了你什么说法。行，那我就等老方先生回来。说吧。昨天傍晚，我去接玄真和玄珠，去晚了。平时他俩会一起回来，后来玄珠自己回来了，玄真就一直没回。玄真呢，人漂亮，也开朗，在班里人缘很好，同学们都很喜欢她。玄珠呢？玄珠，她跟她妹妹很不一样，非常安静，学习成绩倒是非常优异。不过我觉得，如果不是因为她跟玄真是双胞胎姐妹的话，估计是很少有人知道她。玄良，你那两个妹妹都18岁了，你每天还要亲自到学校去接她吗？不是每天都接，一般我工厂没班的时候才会去接他们。昨天早上听天气预报说傍晚要暴雨，玄真特意交代我，让我去接他。因为他刚穿了新鞋，怕被雨淋了。再想想，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情况？
没想到他还活着吧？这么多年了，我总是梦见这棵树。那是我们小时候跟爸爸妈妈一起栽下的。那个时候，我们是多么让人羡慕、快乐的一家人。那边，这哥哥再给加个。好。好了，再往后点儿。快乐吗？你到底在记恨什么，玄珠？我没有记恨什么。那到底为什么一走15年都不回来，也不联系，冷的就像一个冰窟窿，我怎么想都想不明白。这重要吗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家有没有我，一点都不重要。当然重要。大哥，玄珠也在，我想找玄珠聊聊，方便吗？方便。找个地方。玄师傅，玄师傅，啊，我能跟聂梅聊聊吗？我们已经去了医院找了田老师。4月17号晚上，是他跟你到了八角亭，他是出于关心做了这种合情合理但又不怎么恰当的行为。你能理解，或者说，你愿意原谅他的这个行为吗？他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。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那就怪他遇到我这样的学生。干嘛这么讲？出过凶杀案的家庭，并且还是常年未破的凶杀案，这种家庭成长出来的孩子，人格能健全吗？回来还没时间看看这城市的变化吧？以前的朋友还有联系吗？本来也没什么朋友啊。当年你学了2个月的昆曲，怎么突然就放弃了呢？没兴趣了。11年前不是跟你师傅说过吗？你在场的，忘了吗？没有。这城市变化还是很大的。从你不学戏那天，到玄真走了那天，多久没见周亚梅了？什么意思？太巧了，下午我看见你们俩喝茶呢。你一直跟踪我是吧？没有，我这是碰巧了，我师傅住在那茶馆的附近。我就是奇怪，你这跟他学了2个月的戏，这么多年还一直联系着。奇怪吗？也不奇怪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深浅，不在于处了多久。
你恨玄真吗？如果我告诉你我恨他，那凶手是不是就是我呀？哎呀，你这种推理方式，我还真没想过。按照你这种推理方式，朱生辉的案子你也查不出来。我都讨厌我这种聊天的方式，都不知道你姐许延敏这些年怎么过来的，讨厌，讨厌。好了，先走了啊。快要下雨了，我们一起回家吧。你真不知好歹。一个漂亮的花季少女，放学等她哥哥来接她。快下雨了，她着急回家，就抄了一条小路。那条小路上没什么人，就碰到了一个流氓。10几年前，这不是你们下的结论吗？我恨他还是不恨他，有什么关系吗？这个结论你相信吗？我相信还是不相信又有什么用呢？我又不是警察，你是警察。我能再问你个问题吗？问吧。田老师给你拍照是你提出来的吗？嗯。那你为什么要让田老师给你拍照呢？田老师很单纯，我很信任他，而且他拍的照片很好看。我想让他为我留下一些照片。万一我哪天死了，也不至于像玄真姑姑一样，她在这个世上活了18年，到最后跟没活过一样。好了，警官先生，我现在可以回家了吗？我回来是为了照顾我母亲的，不是配合你调查案件的。如果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是凶手，你可以随时来逮捕我。哎，师傅。哎，你那边怎么样啊？差不多了。嗯，我先回警队了。我先走了。
亚梅，你怎么又抽烟呢？我没有抽，只是点上了。大夫说过多少回了，不让你抽烟呢，而且是绝对。你不要嗓子了，不要身体了。知道了。怎么了你？我觉得文文好像还是不是很到位。上午接完电话之后，你去见谁了呀？你是不是去见贤珠了？老烈，这个小姑娘的名字叫念梅，你要记住。做噩梦了？嗯，没事啊，梦都是反的。小姑，你说人死的时候会疼吗？那要看是怎么死的。人最恐惧的就是不知道最后怎样离开这个世界。我害怕。很正常。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害怕。那你现在就不怕了？怕呀。小姑，你能不走吗？嗯，不走。你刚才提的那些问题啊，当年都提过，包括怀疑的对象，玄真身边的那些人，包括周亚梅，可他们当时都有不在场的证据。那个目击证人半年之后心脏病死亡。师傅，我有个问题啊，是不是真的像大家传的那样，念梅和玄真长得非常像？有这样说法，可是我的印象不能确定。我是这么想的，玄良那天本来要去接玄真的，但是因为什么事情耽误了。什么事儿？男女之间的事儿，床上的事儿耽误了。所以说，玄良他心里有极大的负罪感。念梅长得越像玄真，玄良，他自己就越大。这点能理解。我要是不能理解的话，早就把玄良当成神经病了。可有什么关联呢？
417啊，跟聂梅有关系。聂梅长得像玄真。老板，来2个鲜豆包子。哦，好。大哥。 张姐，刚好啊。啊。大哥，咱们家还有玄真的照片吗？ 我以为全烧掉了，后来有一天我看见老太太在看着照片，我以为是聂梅的，结果拿过来一看是玄真的，老太太还留了一张。你要啊？要啊。现在方便吗？方便，方便。 我帮你看着店。好，上面有价钱的。这何止是像，这简直就是克隆啊！我去。 这也太瞎了！我知道了，这个呀，就是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啊。说话没有这样讲的。大力，你也看看。平行宇宙，知道吗？刚说完他，你又来了。好好看案子。哎，这看了半天，有什么发现吗？干货什么的，都瞎聊啥呢？大力，我看你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是想说点什么呀？我想给大家讲个故事，关于我父亲的故事。我父亲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关系非常好的同学，好到毕业之后都去了同一个单位。后来因为工作上的矛盾，两个人就不来往了。再后来，叔叔就去世了。几年之后，我爸在一个会上碰到了一个人。 这个人长得非常像叔叔，我爸当时吓得全身都冒冷汗。他故意没有介绍自己，想看看那个人的反应。结果那个人全程的交流没有任何问题。我爸就知道那肯定不是同一个人。当时这件事情对我爸刺激还挺大的，回来就跟我们说，他说他希望那个人就是他大学同学，他希望这个世界上能有奇迹。 这样他就能跟那个人好好的解释一下当年的矛盾，让他们之间的裂痕可以消除，让一切可以重新开始。你爸这同学怎么死的？胃癌死的。胃癌。嫂子来啦。嫂子好。你怎么来了？嫂子好。看你好几天没回家，给你做点好吃的。 早知道我多做一些了。去我办公室。有机会到家里有做好吃给你们吃。谢谢嫂子。谢谢嫂子。走，去我办公室。吃饭吧。是。好嘞，谢谢。快吃啊，趁热。好。你这给我送饭。 妈谁护着呢？玄珠不是回来了吗？我怎么觉得你对玄珠有成见呢？有吗？还好吧。有，我就觉得你不喜欢她。要是你有俩妹妹，
一个性格乖巧，招人喜欢又漂亮，一个又自私又孤僻，你会喜欢谁啊？谁自私啊？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们家人在一起吃饭，大家都高高兴兴的，玄珠只吃他面前那一份，吃饱了完事儿。我就说过他一次，从此之后，只要是饭点儿，拿着饭菜直到屋里去吃。这样的妹妹你会喜欢？啊，坐着。做这么多好吃的，肯定累了。嗯，你看看。玄真。啊？他照片都烧了，你哪来的？老太太还藏了一张呢，大哥给我的。你是真喜欢玄真，不喜欢玄珠啊？怎么？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件事儿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这个好好喝，浓浓的。怎么样，之前？还好。这些事儿你没说吧？当时问我的时候，这事还没发生呢。这要不是他走了15年，谁会往那儿想呢？那看有没有遗漏的事儿，想一想。还有，也不知道跟这事有没有关系。有没有关系？先说了呗。好歹我也是你老公啊，不能这么多年我啥也不知道，发生这么多事情。玄真、玄珠，出来吃饭了。你也不照照镜子，他怎么会看得上你？你们这怎么了？真蠢！说谁呀？当然说他了。他怎么了？你别管。
这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？应该是5月份吧，因为院子里那棵石榴树开花了。玄真提到的那个，你认识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当时觉得很奇怪，因为玄珠特别孤僻，基本没有朋友，来电话也是找玄真的，尤其是男孩。我当时还觉得特别奇怪，我接到过2、3次。是他们同学吗？应该是，声音挺小的小男孩。怎么了？忽视掉的细节太多了。跟你又没什么关系。怎么没关系啊？你那时候都没有参与这个案件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也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不重要的，因为我觉得这都是姐妹之间那种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所以你这要是不问我，我都想不起来。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在你眼里是。这个事儿会真的跟玄珠有关吗？